我永远不会是人家主要的第一选择，但是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他们说其实女主角之前就已经有找到几个，但都跑掉了，训练很辛苦嘛。然后我有一天在洗澡，我真的是在浴室里哭，是因为我手没有办法举起来洗头。然后我当下想的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像其他女艺人一样，就是漂漂亮亮拍偶像剧就好？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今天欢迎郭书瑶来讲一下她自己一路以来的长大过程。感觉你就是出道蛮早的嘛？对，我出道比较早，19岁出道，做了很多事情，拍广告，然后之后也有唱歌，也有演戏，也有主持。对，其实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那个沙很大。你知道第一印象一旦给人之后，你说画面比较震撼一点吗？你要再花可能21个印象去把它改成这个样子。对，确实这个是蛮困难的。对于一个19岁女生来说，广告的那个你一定跟真实的你其实是差蛮多的嘛。应该说那也是一部分的我，因为我的外在就是这样。对，可是广告想要呈现的东西跟我自己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广告它就是要那样的效果嘛。其实当时我没有想太多，我只是觉得哇，那个收入比打工赚的钱还要多很多，所以我没有多想，我只是为了觉得有钱可以赚。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境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想说那就去了。可是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效果，然后造成那么大的风波，造就了今天一路所有的事情。那算是惊喜嘛？就是未知的，算是好的事。惊喜也惊吓，刚开始是惊吓。就是我没有想到只是一个广告，然后就会让很多人认识你。那个时候会有一些舆论是他们觉得是物化女性，就是那样的形象。对，是物化女性的事情，然后造成很多的讨论度等等等。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19岁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啦。对，然后现在回头看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也蛮感恩的，然后也觉得非常非常惊喜。对，因为其实从那样的形象到后面大家愿意给我机会，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蛮多人很有勇气的。因为那个广告形象出来，我觉得就连我自己都会那样看我自己，就是这个女生可能就是这样，就是穿得很露啊或什么的，然后感觉就是笨笨的，什么都不会。就是刚开始我也会觉得那个形象这样出来，我觉得蛮理所当然，大家会这样看我。对，可是也会觉得很挫折，就是我没有想过因为广告然后会入行，但我确实什么也不会。你会当初因为人家因为你的某个外形定型在那边，刻板印象就定在那边，然后觉得你就是要用其他方式极力去摆脱大家对你的这个想法。我那时候没有想要摆脱，是因为我也没有想要入行。对，可是后来机会很多，然后大家就会说那有机会你就去试试看。那我也其实蛮感恩很多人敢用我，敢给我机会。因为如果只是那个既定印象的话，大家可能给我的机会就是大概是那样类型的。对，可是后来有人敢找我出唱片，签唱片公司，然后愿意花钱培训，然后也愿意找我演戏，然后甚至演电影，我觉得这真的是蛮惊喜的。我觉得那些人比我有勇气，是他们比我更相信我可以做到不一样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啊，有些人虽然可能运气很好，得到一些机会了，可是老实说会接不住。你算是人家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有接住的，就是等于这个心理的建设是很多时候我们当然知道，别人愿意给这个机会，可是给的时候，我们当下一定会觉得，我可以吗？我做得到吗？然后一些内心的这个犹豫跟这些存疑，反而会让他原本机会可以抓住的就流掉了。我比较有兴趣知道说，人家把机会给你，而且是很多次，你是怎么样去把它接住的？就是想尽办法尽全力耶，因为我可能不是那么聪明的人，然后我唯一会的方式就是拼命的去做。以前小时候就是他们要我做什么，就是有点土法炼钢，就是拼命的想办法去达到使命必达这件事情。但是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之中，拼命归拼命，心里会一直想说，万一我做不到怎么办？在做的过程之中，想到后面的事情，结果去阻碍当下的专注。我比较没有想太多因为当下我只是觉得哇，人家敢给我超有勇气的，那我就是想办法把它做好，所以我没有办法分心去想后面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我只能想我当下现在尽全力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什么，我就尽力去做。那你觉得心理上最辛苦的那一关是什么？我觉得是当大家觉得我做不到，然后我确实也不会的时候，
会比较难受。外人的眼光就会觉得你什么都没有啊，你什么都不会。可是我当下如果真的不会的话，我其实会蛮难过的，就有一种无能为力。就我也很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或把这件事情做会，可是可能就还没有那个机会，或来不及，没有时间去做培训。因为我刚出道的时候最容易被骂就是你什么都不会，但确实也是真的。可是后来就是慢慢就是知道不会的事情你就去面对它，然后想办法把它学会就好了。因为慢慢练习，我觉得不会的事情总是会有办法学会的。那算是真的，老实说，心理蛮健康的。心理蛮健康的吗？心理蛮健康，就是有些人是别人讲到他什么，他有一点受伤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知道他蛮难过的，那个东西就会隐藏起来，变成一个比较深的伤口。其实我会觉得负面的东西大家比较难以接受，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就像当人家说我不会的时候，我确实不会，我会觉得这事情是很可怕的。可是换一个方式想，谁天生会这么多东西？大家都是学来的。我当然相信还是有一些人是有一些某部分的天分，他比较可能快更容易学起来。可是没有人一出生就是会这么多事情，大家都是慢慢累积过来的。所以我就不会那么害怕。你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做什么就去的人吗？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出门爬山，我就出门了。会，我好像蛮是这样类型的人，就是想到然后就好，那就赶快去尝试东西。我觉得需要一点勇气跟不要想太多的那种。就是有点出生就是不畏虎的那种概念。我就是一路也是到现在。然后你现在新拍了一个电影嘛？对，之前也有拍过一些志气啊。我当初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脱胎换骨真的就是跟我心中的形象的你已经不太一样。对，但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有一点点运气成分，因为刚开始的形象可能大家不会想要找我去做其他事情，对，不会把我跟那样电影的角色联想在一起。是，对，所以我运气蛮好，是有人敢给那样的我一个机会去做这件事。那你觉得你是怎么被人家看到的？可能我觉得我愿意做别人不想做的事情或不愿意做的事情。志气那时候是他们说其实女主角之前就已经有找到几个，但都跑掉了，可能觉得训练比较辛苦或什么什么，就是有这样的。然后后来发现我好像接的几部戏都是这样子，我永远不会是人家主要的第一选择，但是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包括通灵少女也是，就是好多戏我后来都知道原来当初女主角已经确定有人选了，而且已经是正式要拍摄了，可是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见了，然后我去顶那个位置。因为我其实在拍志气的那时候训练很辛苦嘛，然后我有一天在洗澡，我真的是在浴室里哭，是因为我手没有办法举起来洗头。然后我当下想的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像其他女艺人一样，就是漂漂亮亮拍偶像剧就好？那时候对，那时候还是会觉得说，为什么大家都可以漂漂亮亮，但我就是要全素颜啊，然后把自己，因为练那个拔河其实还是会练到肌肉，然后腿很粗啊，然后四肢很壮啊，这样子，我就觉得为什么？可是后来是因为我觉得那些小女生运动员她们真的很辛苦，我希望借由可能我们的光环，然后借由电影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其实有一群小女孩她们是这样在为运动付出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他们。就是我其实每一档戏都是有一些目的性的在做这些事情。那现在新的电影总可以到像你所谓的就是漂漂亮亮舒舒服服的拍。对，这是我第一部漂漂亮亮的电影，我从来没有拍过整个造型是漂漂亮亮的电影，这是第一部。那这一次的感受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就觉得好轻松，看到镜头就是没想到说原来我也可以漂亮，就是因为我之前拍的戏基本上都是素颜，没有什么妆，因为演高中生，然后又是比较朴实的角色，所以不太会有妆。然后到了这部电影，就是蛮感谢团队的，因为那时候团队有跟他们有共识，就是我说戏的部分我会自己顾好，那你帮我顾好一件事情，就漂亮就好。妆有多浓就多浓的，像也没有妆还是要漂亮，不用浓没关系，对，但灯光要漂亮，然后角度要漂亮，这样，然后摄影师啊、灯光他们就会帮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这一部再说一次，我愿意主要是以男生的故事，然后我比较属于是功能性的角色，就在服务男主角，有达到漂亮就好了。你刚刚讲的是一个事实嘛，可是一般女生比较不敢讲说自己是一个功能性的角色在服务男主角。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你觉得你是一个对男女你会比较要求一定要平等的样子？我觉得男女不可能平等，但是只能大家尽量学会尊重跟体谅，就是多了解。每个人生下来都不一样，我觉得不可能平等的，太难了，在这个世界。我觉得感同身受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会的，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所以我们只能多一点感同身受，多一点愿意去了解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因为大家会一直说要平等平等，可是我们不能不睁开眼睛看生理上的差异。对啊，就是很明显不可能会一样的东西了。头脑就算结构再怎么类似，有些想东西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对啊，那种种的种种，我觉得真的要像你讲的，比较要多朝向同理心那一块，就是懂得体谅跟尊重，然后同理。对啊，因为其实我像一路这样过来，我觉得可能我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当然也有很痛苦的时候，可是那个当下我后来会了解说，有的时候痛苦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往前成长或更突破，同时也是让我们更懂得体谅。因为在那个痛苦的当下，你会有那些感受，你走过了，你就会知道要怎么去帮助现在也身在那样类似痛苦的人。就像我之前拍未来妈妈，我其实没有当过妈妈，然后我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但是后来我听了很多故事，然后演完那档戏之后，我就觉得哇，其实妈妈真的是非常辛苦。虽然我不是真的经历过那个流产的过程，可是我可以感受得到那个痛苦是多么痛苦，或当妈妈的一个心境是什么样子，我就会觉得说哇，我现在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像可能打那个排卵针，因为荷尔蒙影响就会歇斯底里，就会影响到情绪。他现在说我明天就是去取卵，我跟你讲过程好痛苦。我现在要跟我开始聊了，我现在奶头超痛的。你这个有什么好不能讲的？对对对，我上一次痛的这种痛的感觉是我在泌乳的时候的感觉。我是觉得就是女生真的要去正视自己生理上的限制。如果你现在就已经超过30岁了，然后你就觉得你到34岁之前，你就是可能没有机会生到小孩，你就去把卵冻了，不要到最后你真的想要，你没有那个 option， 就是有一个保险的概念啦。对，就是有个保险，但是我必须说真的是不太舒服。我不知道我在抱怨这个干嘛，只是我就说就是理解，完全理解，就是因为荷尔蒙一定会影响到情绪，然后我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些女生她们不是故意有这些情绪跟反应的，而且很肿，就是对，就是我感受到你真的很不舒服了。就是像这些东西，可能是我如果不知道，我就会可能站在旁边，我就会跟男生在看女生一样，我觉得你到底在无理取闹什么，你到底在不舒服什么，我真的不懂。可是因为拍了戏，然后了解之后，我就会知道 OK， 我可以怎么去 take care 这些人。那你觉得要小孩，或者是不要小孩，你会不会怕都有可能成为遗憾？就是我不会去执着说这些东西我没有，我就是拼了命的想要有。我觉得人蛮辛苦的，就是我们会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很痛苦，然后就会去求嘛，然后会去想办法，然后拼了命的追这个东西，然后得到了你又会怕失去，你也会很辛苦。所以我就会让自己练习是在一个状态，是不管有跟没有，我都是一样的心态，很平常心去面对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人能做的就是我们凡事就是很尽力，然后做到我们可以做的。但是结果真的就是自在，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太能控制或决定那个结果。对啊，比如说你遇到一些你觉得不公平的事情，比较遗憾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命中会发生就会发生，就比较能。对，因为像我看公不公平这件事情，我也会觉得那公不公平是我觉得啊，也不是真正这个宇宙万物的公不公平，所以就完全好吧，就这样松开了。算是蛮看得开的，这样还不错。对啊，不然真的会过得蛮辛苦的。因为其实我也有经历过很执着的那些过程。你可以说说看吗？可能在感情上吧。对啊，就是你可能还是会想要有一个伴，像因为我妈妈她就会觉得，我已经30几岁，差不多是要该结婚的年纪，但是因为他会觉得说是希望有一个男生来照顾我。我觉得长辈会希望我们赶快结婚生小孩，就是希望有个伴，然后有小孩这样子有陪伴。可是我经历了一些事情，我就跟我妈妈这样说，可是你看如果运气好的话，我真的结婚的那个对象我们可以走一辈子，但终究有一个人要先离开。我妈现在是孤单一个人啊，所以虽然她有小孩，
然后我说那再不然再运气更差一点，你觉得是我跟这人结婚我们可以互相照顾，就变我要照顾他，那怎么办？所以不是说你结婚就是一定会是圆满他们想要的那个互相照顾的结果。我就觉得说那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因为每个人把自己照顾好真的是自己最大的责任。对，陪你到最后的也不一定会是另外一半啊，有可能是兄弟姐妹啊，有可能是亲朋好友，都有可能。所以就是把自己照顾好就好，我就不会那么执着，又说哦，就是有一些传统的概念，说我要结婚生小孩。你现在的这个电影啊，其实是男生一直去求婚嘛，男生一直求婚，无限轮回，无限轮回。那你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你当初有一些什么想法？觉得它是跟你思想比较接近，会比较不接近？我觉得思想接近的地方是，再说一次，我愿意这个电影里面他在讲的内容是更懂得真的爱。因为就像我以前也会像那个男主角，我就觉得我爱你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东西都给你。可是当我在另外一个层面再长大一点，后来我发现是我爱你是我会去了解你真的需要什么，再把好的东西给你。是，对，这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一样都是爱，只是那个层面又更不同了。因为以前我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是都是为你好，我是爱你，所以给你所有我觉得很好的一切。对，可是当我真的再长大一点，经历一些事，我就发现哦，没有，那样可能会变成他的负担，而且只是我觉得，不是他觉得。而且这不限于感情，不限于所有事情，对所有人事物都是这样。就是我们要真的去懂得站在他的立场，替他着想，然后去真的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你才有办法真的去爱他。你如果自己都爱不好了，你爱别人都是假的。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这不是一个老掉牙的话，就是你现在问自己哦，你最近做一件觉得对自己最好的事情是什么？跟你最近做一件觉得对别人好的事情是什么？你去思考一下，你就会觉得其实善于爱自己的人还真的不多。而且因为我觉得爱自己也是要了解自己，因为你如果连自己都不了解的话，你真的很难去善待你自己或爱你自己。我很好奇，你是因为可能很早就出道，然后经历过非常多的风风雨雨之后，到现在变这么成熟，还是你从小就偏成熟呢？周围的人觉得我从小就偏成熟，但我觉得是慢慢的，因为每一个阶段你遇到的事情不一样，你学会的事情也不一样。像我知道要怎么更加去体谅别人、爱别人这件事情，也是经历过一些戏剧，然后或者是真的在实际上自己谈恋爱之后才发现，才会有这些体会。像你刚刚讲的很多，我觉得哇，真的是很切中要点的事情，都是我最近才学会的。我真的是属于晚熟的，不会啊，我觉得每个人经历不同，早熟晚熟无所谓，就是至少你有学到。就希望说可以让大家看到，就算你很晚才开窍，你还是有办法慢慢的去理解一些生命中的事情。没错，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开窍的时间点不一样。我这方面的事情可能在这时候开窍，但其实我很多地方也还没有开窍。对啊，就是每个人的契机点不同，而且我觉得你要来练习或学习的东西可能跟我也不一样。是，对啊，每个人有不同的人生功课。人间所谓大家觉得很圆满的事情，其实未必是那样。因为像我以前会有一个既定印象，就觉得哦，人生最圆满就不忘就是哦，你功成名就啊，你好好念书，有好的工作，赚了钱，买了房子，然后嫁个好老公或有个好对象，要结婚生子就很圆满。可是这中间你会发现，很多人达到这些东西，但他其实根本不快乐。这真的不是绝对的圆满，不是说你完成了这些事情，你的人生就是很幸福很美满。所以我觉得要了解自己，你真的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婚姻让你会觉得哦不要，那我觉得你就不一定要走入婚姻，你可以一直谈恋爱也没关系。因为像我就是属于我想要一直谈恋爱虽然没有对象，但我觉得可以一直谈恋爱蛮好。那如果真的你遇到了一个你觉得有把握可以在一起一辈子的对象，那你就可以试着跟他走入婚姻。那如果真的也不行的话，我觉得好聚好散也是一件好事，总比这样大家拖着，然后双方都很不快乐，然后在那当中，我觉得那会更辛苦。对啊，这也是需要勇气啊。会啊，需要啊，因为还是有很多世俗的价值观。可我也觉得不要太轻易就放弃这件事情。我当然还是会在这些关系当中，不管是感情还是友情，这些关系当中尽可能去做到最尽力的事情。对，那如果真的有时候缘分就很难说啊，缘分要你断，你就是得断啊。对
断，有些东西你想断都断不了，那有些东西缘分要你不断，它就是不会断。单纯经验分享，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看一下。再说一次我愿意，然后我们1月19号就会上映了。我自己拍戏，我就是希望我每一部戏都可以让大家有一点点不同的体悟，会有一点点感受，然后可以在你生活当中让你有更好的一个方向或选择吧。对，那再说一次我愿意，我觉得这当中看着开开心心，但是你也会像男主角一样学着跟他一起成长。对啊，虽然人生可能不是可以有机会像他这样可以一直重来，但是我觉得看完我自己会觉得说，哦，好，我们就只有当下，那你往后看啊，未来还没到嘛，对啊，往前看它都已经过去了。好好的把握那个当下就好了。如果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不太知道怎么爱你的话，你就让他去看。再说一次，我愿意。没错，中作是一个暗示咯。没错没错。我相信每个人生阶段去看，再说一次我愿意，看到的点都会是不一样。讨论一下应该蛮有趣的。那我们就谢谢瑶瑶，谢谢。那今天就这样。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在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